眼前是中国和北朝鲜的界江图们江，中国这一侧是延边朝鲜竹治州的图们市，另一侧是北韩的稳城郡南阳劳动者区。关于图们市，阿树已经发布了2集视频，本集是图们市最后1集影片。在本集影片中，我和你分享3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图们江畔的图们口岸景区，第二部分咱们深入图们市的街头巷尾，感受这一座中朝边境城市的集市和人文。第3部分我们走进朝鲜族博物馆，了解朝鲜族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习俗。图们市的街上人还是挺少的。来到了昨晚来过的图们的江边广场，从这里可以看到北朝鲜，这里就是跨国江景房在不断施工啊。现在早上9点钟啊，很多奶奶阿婆们在非常优雅的跳舞啊。这里刻了56个民族啊，达斡尔族、锡伯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我这一次东北之行呢，想要去探访的一些少数民族村落呢，有达斡尔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休戚与共，永友与共。这里就是图们江广场，这些应该是图们市的本地叔叔爷爷们啊。看到啊，中国图们左边，右边是朝鲜南阳。看一下白天的朝鲜啊，诶，怎么江上还有人划船呢？中朝边境，这阿姐们精神抖擞啊！这里是一艘中朝边境的游船啊，上面有汉语跟朝鲜语。这艘船是售票的啊，老年人60元一位。这里是图们江码头啊，是一艘船做成的码头，上面呢有售票处，你可以坐中型船160块钱一位，小型船80块钱一位。中朝边境的这个属性啊，盘活了图们市的旅游业。可是因为这里的交通啊，包括它的地理位置没有那么的方便到来，加上只有一个图们口岸的一个旅游打卡点的话，还不够丰富啊。如果它有几个比较有含金量的打卡点的话，这里旅游应该是很不错的发展的。早上啊，图们江波光粼粼的，咱们翻过这个刺圈看一看朝鲜啊。在图们江边行走啊，经常能看到一些游客呢，肩上挎着一些望远镜。江边的一些咖啡店呢，它是提供免费的望远镜服务的，你在这里消费，你就可以体验它的望远镜啊。这又有一个界杯，这是86，昨天那个是86。烤爆谷，你要买一个，其实你买这个几块钱一个？5块。朝鲜族牛肉摊贩，这边有一个俄货商行啊，在沿边的一些边境小城呢，不仅卖韩朝的一些
产品，还卖俄罗斯的产品。因为这里距离俄罗斯已经很近了，下一站呢，我们去到可以一眼看三国的珲春，咱们就可以了解它离俄罗斯有多近了。长白山人参酒5块钱一瓶，免费观看望远镜。俄罗斯风味纯奶雪糕3元一个。江边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一些介绍啊，锡伯族主要分布在辽宁、新疆、黑龙江。现在咱们买一张票，25块钱就能走到那个中朝公路桥下边的这个小桥啊，可以走一半。售票处啊，这里是禁止外籍人员出入的，票价25元。中国图门口岸国门啊，这里是禁止外籍人员进入的，但是他买票又不需要身份证。过去中朝人员交流往来呢，就走这个门啊，出境入境。疫情以来呢，就关闭了。哦，图案上一家其乐融融啊，上面写着中国图门口岸江泽民1991年。你看，中国图门口岸江泽民1991年6月8日吗？图门大桥啊，相当的严谨啊。这座图门大桥呢，咱们只能走到一半的距离，因为过了一半以后，那就是北朝鲜的领土了。那里呢，就是中朝公路桥啊，现在是一个禁止通行的状态，上面是没有一辆车，没有任何人员的。很多人呢对朝鲜是充满了好奇，因为它太神秘了。所以，如果你知道那一座朝鲜边上的是什么楼，比如说它是教学楼或者医院或者火车站，很多人愿意听你讲故事的，因为大家都很想了解对岸的一些情况。你看，我们桥这边呢是没有任何杂草的，而里面呢已经长了一些杂草了。你看，咱们来看一下图门江啊，在这里也能看到北朝鲜的一些房舍啊，比较高的是4、5层。你别看那些房子可能破败不堪，但是那些可能是有钱人的，因为在做边界贸易发家致富了的。听说买什么以前到国内买什么金子啊、金条啊，买什么电子产品啊，都是一掷千金的，很有钱。只是听说，中国这边呢就是高楼林立的。朝鲜的一些边民应该也知道，他们已经成为国人的一个观察的对象了，所以有时候看到望远镜对着他们都会躲到屋子里面去，不想让你看见，或者不想让你凝视着那种感觉。然后我昨天晚上睡觉，我就想，为什么朝鲜没有一个观景台，它也来俯瞰中国呢？所以中国人还是人多啊。我现在所在的是中朝的边境城市图门市，而我所在的这座横跨在图门江上的大桥呢，就连接中国跟朝鲜的界桥。我刚说桥上没有人员往来，现在出现了一批人啊，这个是中国的一些警察吧，或者边防人员啊，他从那个方向好像是去巡查什么，然后就回来了。这批警察还有一位随行摄影师呢，主要是一些老年游客团，比如说抗美援朝啊，都有联系。中间一点，往中间一点。你看到对面那一座建筑没有？白色的，它是南阳市的火车站。然后呢，在顶上有2个人像的图案啊，那分别是金正日和金日成的一个图片。
这是图们口岸上的观景台吧，上面还有望远镜。咱们到楼上看一下。下面还有一个滨江步道，两边都是铁丝网刺圈。这个民众的爱国热情啊，很浓厚啊，都举着国旗，大国旗、小国旗。这里是登国门处，走楼梯上去，有一个铁梯，上来路过一个小房间啊。朱德、周恩来、朱镕基。1941年，图们大桥动工修建，当年11月未竣工。1942年1月1日正式通行，全长514米，高6米，宽6米，共21孔。中朝两国分别在桥头设立岗哨，警卫桥梁。图们江渡口。1951年，为维持口岸秩序，在公路桥头设置第一道栏杆，以此栏杆抬起放下为口岸放行和禁止通行标志。1955年拆除。像这样子2-3米的一个很陡的铁梯的话，有5-6个。又来到了一个房间。50年代入境旅客在国境公路桥头接受边防检查。这是图们大桥建设。江泽民视察图们口岸。他不能让他们看到任何东西的。不看了。这台望远镜的话，扫码付款就能看了，10块钱可以看5分钟。朝鲜的房子都是有烟囱的，据说他们还在烧柴取暖呢。这边是朝鲜的南阳市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差别有多大。这是国内的图们市，图们市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一个县级市啊，是它最小的一个县级市。朝鲜烟一样，25的、30的。啊，这是古巴的。哦，哪些是朝鲜的呢？这都朝鲜的。这个什么？那是锡纸烟。Smoking when pregnant harms your body。金日成。您已进入边境线，禁止对朝喊话。可能是过去有游客对那边的军民进行那种所谓的挑衅啊，或者是调侃吧。87号界碑到国门口岸边境桥到瞭望哨，这些滨江步道都有铁丝网，还有刺圈给包围着啊，规定哪些地方你能走，哪些地方不能走。桥墩啊，这座桥禁止翻越，如有违者，后果自负。层层关卡呀。
在图们江的一个滨江步道呢，有这些铁丝网跟刺圈啊。你看，这都有，一路上都有很多摄像头的，每50米就有一个摄像头。放在过去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现代化的设备监控的时候，可能偷渡是有可行性的，但是放在今天，这个难度应该是很大。就是因为疫情之后就不让了。12月份可能好像是要开嘛，今年12月份。几天前我在边境县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时候，就听到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说，今年12月份有望中朝两国再次开放。然后在疫情以前啊，像这个中朝公路桥呢是车来车往的，那个时候中国游客可以坐这个列车去到朝鲜的一些城市旅游。然后今年刚才那位警卫他说是朝鲜的经济不行了，如果再不开放中国的游客进去的话，他这个经济可能就很顶不住嘛。然后呢，中国的游客的体量又非常大，对于他们经济的一个帮扶应该是有不小的作用。所以如果12月开放的话，我可能会去一趟朝鲜。这是瞭望塔，它是朝向北朝鲜的，可以看到在顶上呢有一个棚子，那就是岗哨的地方。这一条就是中朝铁路桥，已经沉寂了几年了。瞭望哨始建于日伪时期，位于图们口岸国境铁路桥上游30米处，可清晰看见公路、铁路国门情况，既可防御又可观察周围动态。上世纪50年代，国家在图们口岸成立图们边防检查站，负责出入境边防检查业务。为更好地履行口岸警卫任务，于50年代中期在原址基础上进行了重新修复，并正式命名为边防瞭望哨。这些又是什么呢？这里就是86号界碑啊。出租望远镜10元一次。 마을이 있다. 저기 마을이 저기 마을이 있다. 거기로 올라가면 마을이 있다. 묘시라고. 刚才那个画面可不是韩国人用望远镜看北朝鲜啊，那是中国的朝鲜族啊，他们是可以说朝鲜语的。然后我就想到最近朝韩的局势特别紧张啊，你像韩国往朝鲜通过无人机发放一些宣传册，然后呢，朝鲜就把这个朝鲜跟韩国边境的那个交通的路线给炸掉了，然后喊话，如果说韩方再继续这样挑衅的话，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日光山森林公园，昨天我们去了哈。中国国门，中朝边境，图们。中朝俄边民互贸商品展示馆，俄罗斯雪糕冰淇淋，俄罗斯巧克力，这里人是最多的。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不要在这里买，这里偏贵。这俄罗斯的可可饼干啊，15块钱；俄罗斯的伏特加59块钱，99块钱。沙皇红牌金伏特加149块钱。1280。松露巧克力22元。这些是羊奶皂啊，手工皂，看着挺漂亮的。各种的俄罗斯巧克力。这里都20几块钱起步的。所有俄式肉制厂都是国内生产。配方和技术均来自俄罗斯。18块8，这个你在国内生产的。这里是图们市场啊。
老年再就业的一个。青椒、大蒜、白菜、萝卜。就是这个份儿，2份3块。拿2。鸡心果，这个龙凤果10块钱3斤。看一下这里的物价，从老百姓光顾最多的快餐店了解一个城市的物价是最合适的。这是一家快餐店。一荤2素12块钱。市场里边倒是挺冷清的，人流量主要集中在街道两边。哈尔滨烤肠，各种南风梨啊！哇，这一大袋苹果才15块钱，这不得有20-30斤啊！毛芹子10元啊！啊，对，敦化特产，10元一袋。我这就是5块钱一斤，尝尝。哎，你广西人来了，尝尝来，啊非常酸甜这个好吃。这个里边加2块冰糖啊，泡水喝可以消炎止咳。对对对，啊，这个是好东西。昨天尝了一个黄色的，现在试一下红色的姑娘果，好像又酸又苦，吃不惯。延边黄牛肉店，这个梨都这样堆卖啊，一堆2块钱。武功村苹果3斤10元，这就是我们在庆荣村看到的山楂，6块钱一斤。南果梨3斤10元，丹东板栗5元一斤，好大一颗。10元一袋的不辣洋葱，这些洋葱是黄色的，红色的话是8块钱一斤一袋。方叫怎么个做法吃法？红烧，烫一下就行。这玩意儿这皮才有营养价值。150一斤。完了就跟姜长了。啊。脆。学名叫地黄。土名叫姜不辣，老百姓管叫姜不辣。姜不辣啊，2块钱一斤。龙凤果又甜又脆，4斤10元，2块5一斤。这个是酸酸甜甜的，特别解腻爽口。鸡心果是3斤10元，特别甜，这个又脆又甜。这个是南果梨，4斤10元啊，嘎嘎脆，嘎嘎甜。脆啊，这个地方啊，地方甜是挺甜的，感觉吃下去特别润喉止咳。板栗地瓜1斤3元，叫山药豆。哦，对，这个好啊，这个卖的4块，你拿3块，这个好啊。怎么吃呢？做大米饭，这个真好吃，可好吃了，这个好吃。这边的摩的呀。我买的应该1700的，就是那个在那个羊奶5月份。嘎嘎脆，嘎嘎甜，东北这边喜欢用嘎嘎啥啥啥。这个叫黑果，老板说是泡酒喝的。图门市老年养护院，一些住宅楼越来越多成为改造成一些养老院。新华边境派出所，在行车礼让行人这一块，我觉得整个延边都是做的非常好的，无论是在长白线，还是在延吉，还是在图门啊，我经常我路过这个马路啊，其实那辆车按理来说它是可以先过的，因为我的距离还比较远嘛，但是他等我先过去了，他才慢慢的开走。在离图门口岸大厦不远有一个基督教教堂。现在是下午的4点10分左右啊，朝鲜的一个山丘又被夕阳染的橘红色。这是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这是附近小学生来这里做体育课吗？你听啊，这些学生已经全部说汉语了，因为学校在全面推行使用统编教材。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售票处啊，
40块钱一张。来，我剪一下。朝鲜族的一些柜子。在我们彰化有2生产区，共149项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其中呢，世界第1项就是这个农乐舞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朝鲜族的农乐舞。那农乐舞来源于农业乐，主要流传于我国东北三省朝鲜族聚居区。那早在2006年的时候，被文化部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唯一进入联合国保护名录的舞蹈类项目。这劳作农乐呢，就是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就是创编的一些舞蹈，就现场，哎呀，干个活我们可能是休息一下，当时就跳了。这个叫长生，它是由一个男相和一个女相组成的。它呢，主要是被摆放在村口，它是一种祈愿的那种形式，就人们一种信仰。它是摆放在村口，人们认为它是能保护村庄的。相貌，对，是表演舞蹈的时候对戴的。它最早的时候它不叫相貌，它是一种象毛草，它是这个大象的象是这个毛，这个1毛2毛钱的毛，它是一种这个象毛草。那以前在田间劳动的时候呢，那这有蚊虫叮咬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象毛草戴在头上驱赶蚊虫，慢慢发展成这样。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掌管里的起立舞了，朝鲜族起立舞就是农乐舞当中的了。那我们看到起立2字是祈求米粒丰收的一种风俗活动。那这边就是我们的鹤舞了，鹤舞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主要是模仿鹤的悠闲动作。那朝鲜族人民是非常崇尚仙鹤的，认为仙鹤代表了健康和长寿。假面舞，这是又称假面具，是包含舞蹈、戏剧、音乐等多种艺术手段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形式。棒槌舞啊，棒槌舞是表现朝鲜族妇女喜欢清爽干净的生活风貌。表演者利用棒槌和砧板敲打衣物，打法如同击鼓，讲究节奏感。这是刀舞啊，刀舞是近时代传播到中国朝鲜族聚居地的民俗舞蹈，表演者手持折棒的刀，伴着铿锵的节拍，舞出坚定、勇敢、浪漫、洒脱的气概。来看一下长鼓舞啊，图门长鼓舞之乡。图门是朝鲜族长鼓，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华严寺。洞箫是朝鲜传统的管乐器，源自于中国古老的箫啊，后改制成铜箫。看一下朝鲜族男士的一个装扮，应该属于上流社会的一个装扮啊。家耶琴是朝鲜族弹拨弦鸣乐器，仿照中国汉筝制作，是长鼓舞的一个长鼓。长鼓舞的传统表演服饰啊。
上穿的就是官服。那以前的平民百姓只有在结婚的这一天才允许穿一天官服，那我们叫做新郎官，新郎官，新郎官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个由来。但女士她就没有限制了，但是她们女士穿的也不是官服，是我们传统这个裙子，这是传统的花轿。女士也是要做花轿的是吗？也是，过去也是做花轿的。那这边呢，就是朝鲜族过1周岁时的抓周礼。现在汉族孩子也挺多，就是过1周岁的，但是他就是跟汉族不一样。朝鲜族呢，父母要为孩子穿这个7彩衣，头戴这个福巾，我们叫福巾，要戴这个周岁带，这个腰间。那周岁带顶呢，要挂有这个100多个挂有吉祥图案的荷包。比如说我们抓到算盘呢，它可能是表示将来会经商；那抓到笔呀，可能将来是个文人；那抓到大米了，可能是说将来他一生衣食无忧，可能是这个一个寓意。我以为抓到大米，他以后就是注定务农。不是。这边呢就是我们朝鲜族的一个传统婚礼大桌了。那朝鲜族人一生要经过3次大桌，那就是在我们周岁的时候，还有结婚的时候，还有过花甲的时候。就60岁。对，我们称为花甲礼，也称为还甲礼。对，叫60大寿。那这边我们都是这个老式的麦粉饼干，就是平常的一些东西喜欢的。那像这个大米花呢，都是很特殊，用糖稀啊粘的，就是以前都是老式的那种东西。平常的那种五花肉，它不是腊肉。五花肉，对，猪蹄儿、小鸡儿，这个鸡。小鸡。但是朝鲜族婚礼有个很特殊的，那你看到这个小鸡有什么区别了吗？它嘴里含着一个辣椒，红辣椒，它是站立的。站立的是对的，它是为了美观，它站立了。因为它是一对公鸡，但是朝鲜族婚礼大桌的时候，它是2只都是公鸡。那为什么呢？因为朝鲜族过去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是男性他占了主导地位嘛，所以就是女士只是从事家务，所以这时候的这个地位都在偏男性方面里头。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花甲礼，也称为还甲礼，就过60大寿的了。但是你过60大寿，现在一般都过得很少了，因为现在一般人认为都很年轻，都过70或者80了。那这个就是朝鲜族的回婚礼了。回婚礼是朝鲜族夫妇结婚60周年举办的。那举办这个婚礼呢，需要3个必要的条件。第一个必须是原配的夫妻，第二个是家庭里子女都健在，第3个是就家庭里没有犯法服刑者才可以举办这个婚礼。您见过回婚礼吗？您参加过吗？我感觉这个很难得。很难的，80多岁快90岁了，一般的。我还没参加过。结婚参加过，那个抓周都参加过，这个很难碰。您是朝鲜族吗？我不是，我是汉族。汉族啊。对。那这边就是我们农家院后院的一个情景了。那前面有储具，是倒粮食、药材呀，我们生活必需品需要捣碎的用这个。那这边石磨是磨豆的。那这边还有脚踏柜是给谷物去壳的，这边是我们菜窖，这个菜窖了，这东北地区都有哈。这一般朝鲜族就是辣白菜发酵呀，哪个有发酵的时候，那冬天我们储存秋菜的时候都用到这个菜窖。这北方非常寒冷嘛，你搁在外边就冻了。这边是一个打糕槽，就打糕的。那这边还有一些木盆。那这边就是我们朝鲜族的房屋了。那朝鲜族的家里就是这个样子的。有我们朝鲜族的这个大锅，有平锅，还有压冷面的机器，这边压面机。那这边还有碗柜，还有水井。朝鲜族家里原有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对，正常的话，一进门你就脱鞋上炕了，这个呢是正常你是看不见的。现在我们展示的是这样没有，但是你要正常来到朝鲜族的家里呢，这上面是盖一层木板。那我们在做饭的时候，把木板周开进去架火做饭，做完了要把这个木板合上。它就是一体的，就只有这么一进门口脱鞋这个地方是有一点壁，剩下整个都是所有的大炕。那像我们朝鲜族这个门呢，都是拉门，那老人可能就住在里边，年轻人住在外边。对，所有的这个炕都是就这一个灶台，包括里边的屋子也都是这一个。明白，所以就是为了取暖，冬天取暖。对，就为了冬天取暖，对，墙上挂了一些家庭的合照啊，对，很温馨。但是它的盆你看。就是这样的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它的盆是一对的扣的。这就是朝鲜族的民服饰啊。对，这边就是朝鲜族的传统服饰了。
这边服饰是一个演化的过程。那这边就我们30、40年代的衣服，这边50、60年代的衣服。那朝鲜族历来喜欢称白衣束缚，有白衣民族之称。那其一是因为染色技术的不发达，其二是朝鲜族历来喜欢洁净的生活习俗。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染色技术发达，那衣服也发生了变化。那现在你看，这是改良版的了。我们衣服现在穿的这个呢，就是一套宫廷礼服了。那这个正常的话，这个宫廷礼服女士头上是有一个发髻的。您觉得现在朝鲜族跟汉族在生活方式上变化大吗？差别大吗？还是有一些改变吧，但是生活习惯来说改变的不太多。泡菜呀、酱汤啊，这一年四季还是离不开。但是他现在也开始炒菜也吃点了，以前是朝族人一般是炒菜几乎没有嘛。他这个女士的婚服还缝了一些字啊，叫二姓之和。朝鲜族的丧葬习俗啊，朝鲜族丧葬习俗出殡之前为死者举办丧礼和出殡之后处理遗体的葬礼两部分组成。石锅拌饭啊，朝鲜族的传统美食。朝鲜族人是非常爱吃大酱汤的，这是他们的酱缸台。传统的朝鲜族民居啊，墙上挂了一些庄稼、玉米、红椒。朝鲜族的特色美食啊，米肠、打糕、切糕、满豆荠、花糕、蒸糕、蒸饼、冷面、油饼、石锅酱汤、桔梗拌菜、辣白菜。墙上挂着一面镜子啊，很复古的一个镜子，永远忠于毛主席。你看里面的那个柜子上面写的是毛主席语录啊。我看这家店人挺多的，紫菜饭。看一下物价，紫菜卷10几块钱，猪排饭20。开饭了，朋友们。这里天黑的太早了，4点50就天黑了。你还以为是大晚上了呢，其实才5点钟现在。可以的，是那个咸甜口味的。猫都不吃的馒头我吃，一边吃馒头一边吃猪排。以上就是本集影片我分享的全部内容，很高兴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了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下期我们将去到中国唯一能同时看到北朝鲜和俄罗斯的城市珲春市，再见。